这绝对是3组最黑暗的一天，因为3组的老大和老二在同一天被其他组老大零封。要知道3组在第1轮可是公认的神仙打架组，所以今天班叔必须好好鞭策一下3组的大哥和二弟。欢迎来到爱红侃 TV 上集，我是解说员班叔。先来看看我们二弟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第一局中意还是拿到了一血有优势的，但是4分钟时，对面海月来下路找节奏，明明越塔的意图已经这么明显了，而且轩冉也提前看到了敌方3人准备越自己，居然还2技能冲上去补刀。更难崩的是，尾刀还让自家防御塔给抢了，于是轩冉被海月拉进幻境单杀，成了海月的天使投资人。1分钟后，轩冉清完下路兵线，准备来中找机会，明明是他蹲草先看到的海月，2技能也只差2秒 CD 了，他不知为何主动暴露视野，让海月闪现贴脸拉进幻境。此时自家队友全都赶过来救援，大帅为了救轩冉，直接捏大卡位置吃到3人激活。等轩冉出来成功撤退后，大帅本来想要2技能往回撤，结果自家女娲方块封路，让大帅撞墙走不掉了，而且长生也出现了失误，居然没注意到盾山大招可以抵挡飞行物，1套1-3的伤害全被吞了。到了8分23秒，微博明视野进红，中意想要抢一个猴子止损，看到橘右经验反本能交大保命，眼看猴子没抢到，只能赶时间去蓝区捡垃圾，打到一半才发现轩冉一个人在帮忙打暴君，中医于是只能放弃小野去刷龙，结果遇到海月过来开大，此时中医一个技能都没有，被拉进去洽谈投资，只能等死了。此时中医还没复活，没想到长生也干了，敌方盾山明视野进大帅草蹲伏，长生走到草前还故意停了一下，我以为他是装躺想阴盾山一手，实际压根就没注意到盾山在草里，结果被盾山2技能接大招控到死。更让我困惑的是，这一波 AG 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小地图上的盾山，因为大家当时都在疯狂点经济面板，其他4人都是为了保持手感，只有一诺是真的有事，因为他打开面板只是为了屏蔽对面橘右京。10分钟这波更是离谱 ，AG 刚刚把全技能交给了一个有大的司空阵，此时暴君已经残血，对面海月半血上来拉轩冉，轩冉并没有打算2闪扯断链子，而是选择进幻境跟海月单挑，但海月经济太高，轩冉没有魔抗，直接被海月单杀在幻境里，所以这一局才11分钟，微博就打了 AG 一个团灭，一波速推先拿下1分。当然第一局微博阵容太豪华，接下来 AG 的 BP 应该是把优的，但没想到第2局微博在选出牛魔的情况下 ，AG 依然打不过，因为 AG 开局就上演了3黄进野区的名场面 ，AG 中野辅当着镜的面进红，对面沈梦溪是后期英雄，但他2级就是后期，长生看到沈梦溪果断交闪，但沈梦溪一不再生，直接看准红 buff 到斩杀线的时机，一脚击飞中意，让自家镜保住了红。此时大帅为了干扰敌方拼城，交了1技能位移，刚想闪现跑路，却被关羽一刀顶回来，让沈梦溪拿到了1血，但惨局还没结束，微博分工合作，镜直接去反中意的红 buff， 沈梦溪一人追杀到了蓝区，在1打3的情况下强行换掉了中意，中意开局1分钟才拿了1只蜥蜴，所以结局已经不用猜了。不过我非常佩服 AG 的发育能力，居然在1-9的情况下经济只落后1400，AG 的逆风经济学确实值得大家去学习，这个我会专门分析一期。到了第3局，轩冉依然是老毛病，因为贪兵线掉点，开局1分钟对面边府正在卡线，此时敌方小乔已经主动取消了传送，钻进了草丛，但是轩冉直接2技能向前吃到小兵经验，然后闪现后撤，不出意外被勾过去送出1血，这波不仅漏了2个后排兵，还浪费闪现，可以说是亏损最大化了。7分30秒，大帅也干了，明明进化还有7秒，兵线也没交汇，大帅预判钟馗在蹲草，想要挂个1技能骗钩子，结果自己直勾勾的走到了钩子上，被勾过去吃到伤害大残。此时他狂点1技能，想要向队友求救，但回应他的只有哪吒，于是大帅直接跟着哪吒飞到了1塔，然后从容死掉。11分19秒 ，AG 好不容易打了一波0换2，按道理应该推1塔拿主宰，但轩冉绕后蹲伏想要继续打掉点，此时没大的影从身边经过他不抓，他非要2闪进塔抓仓，结果被仓闪现躲避，反倒是自己被防御塔活活点死，那这个主宰就没时间打了。1分钟后，双方都在争夺这条主宰，但长生在拉3指放大球时，距离误判不小心走进了钟馗的钩子范围，等他想闪已经来不及，大招还没放就第一个死了，那这条主宰就只能让给微博了。到了16分钟，微博拿到优势组织压高，中意开大冲后排仓，被仓一个幽影袖剑轻松化解。此时长生正在拉3指观察局势，等镜头拉回来，才发现自己被钟馗闪钩了，最后交闪跑路背影追杀。另一边轩冉正凭一己之力卡住4人位置，当小乔闪现贴脸时，轩冉果断选择2技能翻墙，跟队友站一起，因为他明白王者里从来就没有什么天生的前排，跑得慢了自然就会当前排。